大家好，我是大伟。你是不是肚子上面经常发胀？吃进去一些东西以后啊，就感觉肚子里面胀胀的，里面有一团气就盘在这儿，上不去也下不来。或者肚子里面啊，经常一抽一抽的，吃一些生冷的不忌的一些东西啊，只要稍微有一些不忌嘴，这个地方就开始抽了、落疼了，然后你就开始浑身上下开始冒冷汗。有的朋友啊是看见食物啊没有食欲，或者是吃进去的东西出来了以后啊就烂糊糊的一团，这个非常的粘在马桶上不成形。其实我告诉大家，这些都是脾胃上面的问题。脾胃上面的问题，从表层上面看，就是一种，就是在这里经常给你落疼，我们常说的反啊、酸啊、胀啊这些常见的。但是你只要往深层看，你会发现，当你了解以后，后面会惊出一身冷汗。为什么？因为脾胃它是一个大本营。古人把它称之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可以说，越到老，脾胃啊它就越重要。你所有吃进去的东西能不能转化为能量，都是看它的状态，看它的心情。如果说你的脾胃弱了，吃进去的东西没有办法转化为能量，而是转一圈就出来了，久而久之，你会发现你的整个状态会越来越弱，动不动就有一些小麻烦来找你，隔三差五的往这个大房子、十字架的大房子里面去跑，或者你的身体上面就开始弱，浑身没有劲，使不出来力气，这些都是脾胃上面的问题。所以从深层上面来看，你会发现年龄越大的人，他会越注重咱们的脾胃。那么脾胃上面想要把它养好，绝不是简简单单的，我们要做好一些事。比如说，从吃饭的时候开始，我们要做到少而精。有多少朋友每天是大鱼大肉啊，大快朵颐，就这么去吃啊，恨不得就是两下一咬就把它放在我们的肚子里面了。你记住，整个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啊，它是有流程的。牙齿上面先把它咬碎36下。如果说你牙齿上面没有把它咬得足够细碎，那么进去了以后，所有的压力都会给到这儿。为什么有的人90多岁了，他的脾胃状态依然很好，吃东西依然很香，就是因为他日常能够照顾脾胃的心情。牙齿把它咬完了以后，你会分泌这个唾液把它包裹在一起，这些饭再进去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你的脾胃当中就不需要再分泌很多的一些酸了，然后呢，慢慢的再进入到下面，这个时候整个过程当中会非常的顺利。所以我们在吃饭的时候记住一个口诀，叫做三分饥啊，每天不要吃的太饱，保持三分饥，同时呢少而精啊，要少又要精啊，然后最后就是细嚼慢咽，这个很重要。吃完了以后，我们讲了还有一个地方能够帮助到你是哪里？就是我手指的这个位置啊，你看这一条线，我们把大拇指压上去以后，很多朋友你去摁一摁啊，你左手也行，右手也行。就这么去摁一摁这个地方，很多朋友一根筋、两根筋在这里扯着啊，感觉咯噔咯噔的，这是什么？这些都是你长年累月脾胃当中积累的不好的东西，都在这儿显示着。我们把这两条筋给它揉开，饭后20分钟到30分钟把它揉一揉，转开了以后，你会发现你的脾胃肚子当中咕噜咕噜响，这是什么？这是解开你脾胃当中的困境。这个就是干货，饭后揉上3分钟，不要再揉肚子了，就揉这儿，手是身体的缩影，你揉一揉就知道。最后一个我要送给大家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咱们已经有很多朋友说，老师我已经弱了，我即便是现在细嚼慢咽，它弱了怎么办？脾胃一旦弱了以后，你会发现细嚼慢咽好像就没有那么大用了，揉一揉也只能解开一时的这个枷锁，但是它一直还是在弱。你需要家里面准备3样物品啊，你记住啊，这是南怀瑾老师的一个方法，已经帮助了很多人。准备艾绒1小撮，花椒6到7粒，再加上桂圆肉1颗，把这3样放在研磨罐当中，把它捣碎了，加入适当的蜂蜜，搓成1颗1颗的小丸子，就把这个小丸子每天晚上就放在我们的肚脐当中，一定要把它封盖好。为什么要放在肚脐里面啊？你记住，离我们脾胃最近的一个通道就是我们的肚脐。小的时候，咱们的能量从哪里进来？就是通过一个小管道从这里进来的。所以肚脐也被称之为会呼吸的口。
放在这儿小丸子当中的能量这些精华，你又把它封住了，没有地方去，它就只能往我们的肚脐深层去钻。这些能量，这些精华就会不断的去把我们的脾胃越来越好。749天，你坚持每天去贴，晚上睡觉的时候贴，睡醒了以后把它一撕，一定要把它撕开拿掉，这样就可以了。只要你坚持住，你会发现脾胃好了，身体就强壮起来了。有很多朋友说老师你说的这些方法个个都说到了我心坎上面，但是我自己没有时间去做，怎么办？没有关系，我在这里给你分享一个我自己和家里面人都在用的成品，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大家看，就是我手上拿着的这瓶肚脐贴，已经帮助了很多人强壮了脾胃，把身体当中的湿气寒气都清走了。这盒肚脐贴和我们家里面做的又有略微的不同，比如说我们把这个盖子打开，你轻轻的闻一下，你就能闻到里面的味道很浓郁，味道越浓郁，说明里面的选材用料就越真。同时给大家讲一下，为什么这盒肚脐贴和我们家里面用的不一样。大家收到以后是这么一个盒子，盒子后面它写着一个这个配料比如说艾草、桂圆、花椒这几样，我们家里面用的都有。但是后面的，比如说陈皮、白芷、生姜，这个家里面用的就不好做了。我们就这个肚脐当中有6种来的就更好一些。把这个里面的小丸子取出来咱们取出1颗，贴在我们的肚脐上，用它送上了这个封贴纸，直接贴上去。在贴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记住，小丸子上面有一层纸，要把这个纸给撕开，这么去贴上去，贴在肚脐当中就行了。如果身上感觉你的寒气和湿气比较重的，你就把这个小丸子单独的贴在我们脚底双脚的涌泉，每天身上贴3颗，肚脐1颗，双脚涌泉2颗。贴完以后，你只要坚持一段时间，感觉慢慢就来了，你的答案就会逐渐来找你自己。为什么我这么的了解？因为我曾经有段时间我自己的脾胃状态也不是很好，我就用了这个肚脐贴贴在我的身体上面。前面几天没有什么明显的感觉，到了第4天的时候，我的肚子里面开始咕噜咕噜响，不断的往厕所去跑。那天我记得上了6次厕所，然后后面这一圈，就肚脐上面这一圈，就像一个小太阳照在这一样，暖暖的，非常的舒服。脚底上面的涌泉我也贴了，每年在3伏天的时候，我都会贴在我脚底的涌泉，贴上以后感觉也像踩着小太阳一样，热乎乎的，非常的棒。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分享给大家。这个方法有着浓浓的传统的味道，已经帮助了很多的人。大家好，我是大伟。如果你的眼睛经常模模糊糊，里面感觉干涩发痒，特别是对着这个电脑屏幕或者书上看一会儿以后，你的眼睛里面容易流泪。那么今天呢，我会分享给你一个非常好的动作。这个动作来自于道家，我们称之为道家的开天目跟着我可以做上一遍，做完以后你会感觉你的眼睛一睁开，明显的眼前一亮，而且呢整个眼睛会感觉特别的舒服。好了，咱们话也不多说，直接把这个动作分享给大家。大家如果做完以后感觉眼睛明亮了，有用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好，我们现在来开始讲解动作。咱们这个动作一共分为2个步骤，一个是放松，一个是锻炼。首先我们先来讲放松，大家注意看我的食指顺着我的鼻翼内侧往上推到最顶端的时候，触及到哪里呢？我的一个内眼眶这个位置，大家注意看这个点我往上去顶，怎么顶也顶不动了，就是这个内侧的角非常的重要我们用我们大拇指的指腹，你看就这样推上去，就这样点上去然后呢始终是往上发力的然后我们用上大概2分力左右，眼睛闭上现在我的右眼。你会感觉有一些酸酸的，有一些胀胀的，有些朋友比较敏感的，还会感觉自己的眼睛里面有一些痒痒的感觉，这些都是正常的。我们去点上，时间不要长，10秒钟到15秒钟。好，松开以后，我们来感受一下，你会发现你整个眼睛，包括你眨眼睛的感觉都变得轻松了，而且呢，眼睛明显看东西进光量增加了，眼前一亮。好，这个是头，还有一个尾，尾是哪里呢？你看，就是在这我们的眼角这个位置，眼角这个位置呢，我们去点怎么点呢？不是这样去点记住了，是这样这样去点。注意看，我的发力方向很有讲究你如果是这样去点的话就错了一定是
我们往我们的内侧看，点在我们的眼角，好，点上去以后啊，轻轻的啊往内发力，也是依然保持一个10秒钟到15秒钟。咱们在这里是给大家演示，大家自己做的时候是怎么做呢？是这样的啊，你看大拇指和我们的中指一起按住我们两侧的眼尾，按住了以后向内微微发个2分力就可以了。在这里演示，我为了让大家看清楚我是这样做的好，做完以后再睁开眼睛，你会发现这个眼睛更亮了这个是今天教大家的一个眼部放松。像我们平常看书时间久了，看电脑屏幕时间久了，我们都可以用这个动作。好了，第二个呢是锻炼我们眼部内侧一些精密的一些小的一些肌肉群体这些肌肉群体呢，就相当于我们相机的一个变焦一样它控制我们整个视距。比如说你往远处看，往近处看，它都是靠我们里面的一些精密的睫状肌那么这些精密的睫状肌它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时时刻刻的给它锻炼。怎么锻炼呢？分享一个非常好的动作眼睛闭上，闭上了以后呢，你看我可以在我的手指前面成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把所有的注意力就是放在我们大拇指的指甲盖上面就这里。你看我虽然眼睛闭着，但是我能轻易的去指到我的大拇指，指到我的指甲盖。为什么呢？因为你在眼睛闭上的时候，它其实呢，你手上会给我们的头脑当中有一个感知。我们要在眼睛闭上的时候，把你手上整体的一个形状通过脑补给它呈现出来，就是你能感觉到，虽然眼睛闭上我们看不见，但是你能感觉到它的一个存在。把你所有的注意力通过我们的眼睛集中在我们大拇指的指甲盖上面，就这样大家看一下，就这样感受，找一下我讲的这种感觉。眼睛闭上，你集中你的注意力，你会发现你能看见它，这个时候就对了。把你的点集中在我们的指甲盖上，然后呢往内，慢慢的往内的时候，你要感觉它的指甲盖是什么样子你用眼睛去看这个看是双引号的，然后来往远，能感觉到它的一个变化，再往内，再往远，好，再往内，慢慢的每一下，如果说你在往远的时候突然脱帧了，就比如说你往远突然一下子你感知不到了，这个画面突然一闪中断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重新把这个动作做慢一些，慢慢练一练，你就能感觉到你手在眼前的一个变化，它是不断变化的也不会中断。你的眼睛能够感知到它其实在我们一远一近的拉近当中都是靠着我们的整个集中力去大幅度的去调节了我们眼睛内部的这些精密的一些肌肉群体。有很多朋友去说，那我如果不这样去做，我就手这样去看可以吗？首先第一个手这样去看和我们眼睛闭上它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手这样你去做，你的眼珠会随着转动，同时眼睛会花，但是我们眼睛闭上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今天这个方法就分享给大家，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如果感觉这个动作好，对你有帮助，一定要记得把动作收藏下来，以免以后想看不到了。同时把这个视频转发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大家记住了，没有点关注的一定要点一波关注，因为在别人那里或许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呢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手是身体的缩影。如果你一年四季这个手就像放在这个冰水里面一样，放在井水里面一样感觉热不足，或者呢你这个手上握拳感觉总是使不上力，你记住可以跟我做一个道家的好动作，叫做转八弓。我们这个转八弓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说白了就是手上是身体的缩影，你每次在转的时候，无疑就是把我们整个身上去走一遍。而且这个转八弓特别有意思，就是以前的师傅告诉我，手上中间有一把火。我们去转八弓的时候，不仅仅是去转，而是把火点上这5个手指尖。你们做完以后，手指尖要有发热的感觉，做完以后感觉是不一样的。那么在这里呢，其实引用的是道家的一个概念，叫做9把火。那叫9把火呢，我出过一个完整的视频，你们感兴趣的可以在我的这个个人的这个简介当中去找一找9把火。那么我们在这里先简单给大家
家讲一下，这个呢其实是一个活口啊，画了一个圆圈。那么这里呢，我们也可以画一个圆圈，这2个活口啊，我们经常看到很多人在一起捏，是不是就这样在一起拉？这个动作其实很多人刚开始做他是找不到的，我教你怎么去找，手这么转啊，2下4下。你会感觉到发烫，如果有发烫的感觉，证明你的火还是比较足的。如果你转了一个7、8下都没有烫的感觉，那这个时候你就要注意了。我们日常当中有一个锻炼动作，就是这么去转，手放到这里，慢慢的去转，不用很快，慢慢的你感觉这个烫的一个温度啊在里面出来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动作。但是这不是转八弓啊，只是给大家引荐了这个动作，你们可以日常当中没事的时候做一做，特别是秋季、冬季的时候可以多做一做。那么转八弓是什么呢？其实它说起来啊，它是比我们这2把火还要再高一个级别的。转八弓啊，只做左手，右手不做。而且呢，这转八弓它中间是有一扇门的，我们要做的就是把一扇门打开，把中间的这个火给它放出来，然后同时点着我们5个指尖。你看怎么去做啊？你看1、2、3、4、5、6，看我手上画的这个箭头，这个箭头的方向分别是我们要推开门的方向，中间这条线我们就围着这边去推啊。你看我是经常做这个动作的，所以你会发现我的手掌上面是比较充盈的。什么叫充盈？就是推起来的时候是有波纹的，你看到没有？是有波纹的，这就是充盈。咱们自己看一下自己的手掌推起来的时候有没有波纹，而且手掌上面你注意啊，2个厚度一定要有，这个厚度要是有的。这个厚度也要是有的，这个大鱼际这里啊要厚饱满一些，不一定是厚，但是一定要饱满。我们转八弓练着那个2个手，你别看只做左手啊，2个手练完以后都一样啊，它会有一种充盈的感觉，饱满的感觉，慢慢的去从上到下的去推。这个有个非常有意思的点，很多朋友说大伟你做多少下？别问做多少下，做到发热。我这个时候其实已经热了，你们只要经常做，你会发现从上到下几次半边就发热。热了以后就开始推另外一边，这个热特别有意思啊，上面不热，这里不热，下面不热，唯独你推的开门的地方热，然后把这里给推开。这里去推怎么推呢？我演示的时候我是这么去做，从上到下，但是咱们自己去做是怎么做？手掌翻开，这么去做，这样去做更好发力，看到没有？这么去做啊，慢慢的去做，推下去啊，这样去做更好发力，推到发热。一定要记得我们下面这个边要去推开啊，一定要记得每个地方都不要错过。为什么？你记住，手是身体的缩影就行了。记住这句话，慢慢的推开这扇门，已经感觉到整个门打开了，手掌这一圈开始发热了。好了，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开始转了。这个时候的热量就是控制在你手掌中间，上面是不热的，下面不热的，唯独手掌中间这个开始发热。那么我们怎么去做？中间这个地方还是一个圆圈，那么我们要围绕这个圆圈去转，怎么去转？看好我画的这个方向啊，看好我画的方向，因为视频拍出来可能是反的，这个时候你不能转反，转反就麻烦了，这就逆行了。那么我们要去做的时候，手放大拇指，推到小拇指，然后再回来，大拇指到小拇指，再回来，大拇指到小拇指，再回来。我们就这样做，由内而外。你看一下我做的这种感觉，由内而外，慢慢转到外侧，引到外侧以后，再回到内侧，再引到外侧，慢慢的就这么推，就这么转，它就能把这个火给它送上去啊。由内到外，再由外到内，就跟着这个顺序来啊。记住这个方向不要反。大拇指到小拇指，你要实在记不住，你就记得大拇指到小拇指，再回来。大拇指到小拇指转一圈再回来，这么反复多做几遍就是方向。你看我做到现在没几圈，但是我的手指上面已经开始热了。咱们很多朋友啊，自己做完以后不知道的，你就可以在评论区下面留上你的言，打上一个热字。你热的话打上一个热字，别看小小的一个举动，因为咱们很多观众啊，他是很多年都放在冰水里面的，他这个热啊不容易。你打了一个热，其实无形之中就帮了很多的人啊。点上5个手指就可以回来打卡了，打上一个热字。同时我建议大家把这个视频
收藏下来，因为里面的细节很多，你可能今天看完以后，明天就忘了。收藏下来，每天跟着做，把它变成自己的东西。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转八宫这个动作，就我来说的话，我每天多做一次，都会做一次。那么视频的最后，我也想给大家说，可能在别人那里是不传之秘，但是在我大伟这里只要知道的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出来。没有关注我的朋友，记得关注我一波。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我们这里有一位阿姨，今年62岁。这位阿姨和我的关系非常的好，她的一些事迹我是知道的。我今天把她拿出来给大家做一个典型为什么呢？因为她以前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她的这个肩膀一直是她的心头患。每逢只要到了季节交换的时候，那个时候她50多岁季节只要一交换，这个地方它就必然的里面会有一种像拿着电钻往里面钻的感觉。深深的，而且时间久了以后他这里他都不敢穿，比如说夏天我们穿短袖子，他都不敢，他必须要护着好几层，把它护着严严实实的，而且呢，慢慢的、逐渐的，整个肩膀都打不开。他只要这个肩膀上一有问题，基本上这一天他什么的家务包括一些事都做不了整个人就围着这个肩膀转。他也尝试了很多方法，最后还是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结果。后来机缘巧合之下，他去练习了一种功法这种功法其实非常简单，就是一个锻炼的方法，叫做抡臂功什么叫抡臂功呢？就是把你的手臂像这个大锤子一样、大鞭子一样抡出去，就这么抡。他连续坚持练了2个月，刚开始的时候只能做小幅度的，后面慢慢的幅度越做越大，逐渐的就把肩膀打开了。不仅把肩膀打开了，而且整个人的气质现在看起来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肩膀挺了，整个人看起来从侧面看感觉也不一样。所以今天我把这个方法就分享给大家了，大家一定要记得，感觉有用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同时呢一定要记得给我们的阿姨点个赞，然后我们一起来观看动作怎么去做。这个抡臂功呢，其实原理非常的简单，而且非常的好学。它的原理就是说，让我们扭动我们的身子旋转。你看，手臂只要放松，在我们的旋转之下，它呢就会逐渐的，你看向两侧甩开，这是惯性，对不对？当我们甩开以后，到了末端的时候，把手你看一折，一个手打在这儿，背后的手呢尽量往上抬，往上抬，能抬多少抬多少。这个叫做什么？借用惯性去拉伸非常的简单。所以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你看，1、2、3、4、5、6来后背看一下来1、2、3、4、5、6看到没有？这个时候其实活动的都是我们的肩膀。那么咱们在做的时候其实非常的简单很多的人他这个肩膀是打不开的，常年呢这个胸背之间是体态是不好的。那么我们在做的时候，就刚开始练习的时候，先把手抡开来抡开来以后，手握空心你看手握空心，慢慢的进行敲击。你刚开始做的时候，可能手都抬不起来，你只要在你的极限处慢慢的做就行。随着摆动，你逐渐适应了这个摆动以后，随着它的摆动增加，你看慢慢的把手再变大这么做就行，这么做慢慢的变大，幅度变大，这样就是在惯性当中把我们一些堵着的地方给它拉开了。你这个地方如果说越不能动，到后面它就会越堵。当你才通过动的时候，慢慢的就拉开了，拉开了以后呢，它慢慢的就能动了。你要知道，在外面找人帮你去拉，真的是又费力，你还不舒服。自己通过这个动作，就通过这个惯性，每天坚持，不断的，他就把这个不好拉的地方慢慢拉开。这真的是一种非常好的智慧。这个动作分享给大家，大家一定要把它学会。好了，今天的视频也就分享到这了。动作细节讲的比较多，每一个细节都很重要。那么大家如果感觉视频好的话，一定要记得给视频点上一个赞，并且呢把视频转发和分享给身边的家人朋友们。你的一个小举动很可能就帮助了更多的人。我是大伟，没有关注的记得关注我一波，谢谢大家。